今年6月，英伟达成功登顶全球市值第一，稳居全球第一股。最新的市值约 3.3 万亿美元，若按 7.2 的汇率折算，折合为24万亿人民币。NVIDIA 的 CEO 黄仁勋创立的英伟达到底有多牛？全球3大芯片巨头英特尔、高通和 AMD 三者市值加起来还不到英伟达的一半。随着 ChatGPT 刮起的 AI 旋风，人工智能的浪潮在各个国家分流，没人知道人工智能公司能否成功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每一簇浪花背后都需要黄仁勋的算力。英伟达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，超过苹果，成为市值仅次于微软的全球第2大上市公司。今年7月，该公司 CEO 黄仁勋的身家曾一度达到1190亿元美元左右，在福布斯世界富豪排行榜中高居第11位。近几年来，自动驾驶、元宇宙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风口，黄仁勋都撞上了，精准的就像每次风口都为他而来。创造3万亿市值，黄仁勋的40条商业思考，一初创公司就是一家总是快倒闭的公司。创业者只需要专注3件事：赚钱、省钱、筹钱，现金为王。在创业初期，我总是在不断的筹集资金。2创业30多年，我学到了很多，有一种超能力叫无知。不管这件事有多难，相信万事皆有可能。面对所有难题，我的第一反应总是，这能有多难？3创立一家公司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基本原则开始，始终根据第一原则去思考。这个行业是怎样的？你想创造什么？无论是建立公司、创造产品，还是创建组织，都必须回到优化的目标是什么。4作为一个公司、一个工程团队、一个创新者，你必须知道，我并不需要一夜之间改变世界，我会用接下来的50年改变世界。我不要一晚上做出一个杀手级产品，我只需要一个能赢的产品，赢的目的是再来一局。5投资未来和现在的可持续性并不冲突。对于所有初创公司和所有公司的 CEO 来说，挑战在于找到一种方法，能够以自己所信仰的核心信念为基础，这就是公司的目的所在，一部分是信念，一部分是技能。6我们其实只专注于2件事，它们就像彼此的镜子。一件是显著的成本节约，一件是显著的能力提升，这2种能力在经济充满挑战的今天更有价值。7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开创前所未有的事业，也就是0亿美元市场。这些事业可能极具挑战性，但一旦成功，将产生巨大的价值。一个0亿美元的市场意味着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，没有人尝试过，因此充满了无限可能。8你必须始终牢记核心，你相信什么？最重要的是情是什么？一项项确认。我们应该去做那些如果我们不做就会出问题的事情。你必须说服自己，如果我不做，这件事就做不成。这会赋予你使命感。9如果你想成功，我会鼓励你培养对失败的容忍度。关键在于我们需要持续评估事物的合理性，若决策错误，立刻改变主意。我称之为诚实的思考方式。很多人声称 CEO 永远正确，在我看来这毫无意义，完全违背了创新型公司的基本原则。战略性的撤退、牺牲、放弃才是成功的核心，并且非常关键。10你可以忽悠一个精彩的面试，你也可能会把面试搞砸，但你无法逃避自己的过去，所以要把自己的过去干好。11伟大的运动员和伟大的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有能力忘记最后一刻、最后一分、最后一次倒地、最后一场比赛。你只需要让过去成为过去，这就是坚持下去的大智慧。12如果当下让我再选一次的话，我不会选择创业。首先，我不确定会创办什么样的公司，其次，创业比我预想的要难100万倍。如果早知道其中的痛苦和煎熬，以及人性的脆弱，意识到要忍受的挑战、尴尬和羞耻，我想没有一个正常人会选择创办一家公司。这也许就是创业者的超能力。13你可以用很多词来形容我，但坚韧必须排在首位。
我认为我的一大优势是期望值很低，期望值很高的人通常韧性很低。不幸的是，韧性在成功中很重要。我不知道如何教你们，除了让痛苦发生在你们身上。14. 伟大不是智力，伟大来自于性格。聪明人需要经历痛苦才能打造出这样的性格。15. 人生最重要的是选择。第一，你如何选择去做那些世界上从未有人做过的事？一件事如果很难做到，自然就阻止了大部分人尝试。第二，选择你注定要做的事，综合考虑你的个性、特长、身边的人等因素。第三，你无比热爱那件事，如果不热爱，所有的痛苦和折磨就无法忍受。16. 如果分享一条简短的人生建议，我会建议大家拥有一个核心信念，每天都发自内心的检视目标，竭尽全力追求，持之以恒的追求，和你爱的人一起携手踏上正途。经营之道，疯狂管理办法。没有计划，没有层级，没有汇报。17. 我其实想要一家更小的公司，而不是更大的公司。如果想要一个服从命令的组织，那么你就把它做成金字塔，但如果你想赋予人们权力，就要尽可能的让公司扁平化，这样信息传播得更通畅，所有人都像一个人一样工作。18. 有人说我是他们见过最顽强的 CEO， 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在夸我，但我非常确定 My will to survive exceeds almost everybody else's will to kill me。我生存的意志超过了几乎所有人杀死我的意志。作为一家公司，作为一个企业家，你必须非常渴望成功，程度更甚于你的对手渴望你死掉。19. 一个科技公司的 CEO 怎么可能任职这么长时间？唯一的方式就是保持阅读、学习、倾听、关注，创造条件让优秀的人能够完成他们的毕生事业。唯一真正让你学习的态度是保持谦逊。20. 在战略层面，有3件事不必做。第一，不讨论市场份额。市场份额的概念表明有一大群人在做同样的事，我们不做别人做过的事。第二，不看任何汇报，你看到的汇报并不是原信息，是被提炼美化过的，不是真实的信息。第三，不做定期计划，你应该让公司基于第一性原理发展。战略不是文字，战略就是行动。21. 赚钱不是信念的问题，赚钱是技能的问题。学会赚钱和有效的管理公司，这些都是技能，我花了20年才学会。22. 我们在工程师方面非常挑剔，只会给 10% 的面试者开 offer， 其中 95% 的人会接受 offer。 我们挑剔的不只是他们的头脑，还有他们的心，还有他们的勇气。人们总说英伟达的面试非常严苛，那是因为我们在努力选择我们想要与之共事的人。23. 如果你给我发邮件，并将其命名为最重要的5件事，无论是你观察到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学到了什么，这都是重要的信息，我都会阅读。换算下来，我每天早上的阅读量大约有100本书那么多，但我每天都会去读邮件。24. 什么是好的 KPI 呢？当我们看 KPI 时，很多人都会说毛利率，但那不是 KPI， 那是结果。你应该寻找未来成功的早期指标，而且越早越好，要看到自己正走在正确的方向上。25. 我从来不做长期规划，5年计划对技术行业来说实在太荒谬了。现代领导力真正的伟大之处，在于如果我做错了什么，我只会说那是错的，我改变主意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甚至都不会注意到你在去年已经改变了35次主意。26. 英伟达的领导团队有60人，每个人都直接向我汇报，这实际上减少了公司内部的大约7层管理层级。我坚信这是最好的管理方式。公司的管理层级非常重要，我认为员工的贡献不应来自他拥有的信息特权。我不进行1对1会议，我说的每句话都是对所有人说的，我希望打破信息壁垒和特权。这才是管理团队存在的目的，赋权，服务其他员工，创造有利条件让优秀人才愿意来为你工作。27. 一个事实是，拥有一个可以完美执行的简单想法，
有时候比拥有一个你的公司无法执行的宏伟想法更好。28. 我经常使用爱和关怀这两个词。之所以频繁使用这些词汇，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，它们能够最准确地表达那种无法用其他词语描述的情感。这种情感无法用数字衡量，也无法简单地写入产品规格书。未来方向，快进到未来，再回头看。奔跑吧，不要慢慢走。29. 任何一个人，不管你是农民、艺术家、教师，只要你会提问题，你就是一个程序员。030. 最强大的技术是那些赋予他人权利的技术。31. 过去30年里，英伟达的核心领悟就在于，为了让别人购买我们的产品，我们必须亲手开拓这个新市场。这就是为何我们很早就开始布局自动驾驶、深度学习，以及在很多领域都处于前沿，包括计算药物设计和发现。32. 我有一套逻辑，叫做 CEO 数学。CEO 数学虽不追求极致的精确，但其背后的逻辑是正确的。你购买的加速计算能力越多，节省的成本也就越多。33. 软件正在吞噬世界，但人工智能将吞噬软件。34. 历史上的算法系统是基于检索的模型，未来一些信息的种子将成为起点。我们称之为 prompt 提示词。举个例子，我们现在正在聊天，我告诉给你们的信息很少是检索所得，大多数是生成的，这就叫做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。 未来计算机的运算会高度依赖生成，而非基于检索。35. 英伟达有大约10年的时间一直在投资未来，当时只有计算机图形一个市场，在10至15年的时间里，为英伟达提供增长动力的市场根本不存在。36. 对我来说，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，快进到未来再往回看。你的问题其实和我思考问题的视角完全相反，我不从当前位置向前看，我快进到未来，再往回看。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。37. 人工智能不会抢走你的工作，使用人工智能的人会。尽可能快地拥抱 AI， 就能保住你的高薪工作。如果你没有新的想法，背才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。当 AI 大幅提升了生产力，公司的毛利率上升了，这时候不会裁员，反而会扩招。38. 在过去10到15年里，几乎所有人都告诉你让孩子学计算机科学至关重要。事实上，情况完全相反，我们的工作是创造计算技术，是任何人都不再需要编程。现在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程序员，技术鸿沟已经完全弥合。未来最复杂的科学领域之一是生命科学，生存与呼吸是如此复杂又如此重要。我认为这是下一个充满机遇的十字路口，是数字生物学，将生物世界带入计算机科学的世界。39. 今后5-10年会出现令人兴奋的技术，你用中文跟我讲话，我用英文跟你讲话，你听到我的声音是中文的，我听你的声音是英文的，这种翻译是实时的，这种翻译通过 GPU 就可以实现的。40. 处在 AI 的浪潮中，无论是为了食物而奔跑，或不被他人当作食物而奔跑，请像我们一样全力以赴去追求，奔跑吧，不要慢慢走。